圣教执法长老前来求见教主夫人。这里没有什么教主夫人，进了我们残老村，便与外界无关。又见面了，你当真要一直与外界无关下去？我们这一代的人还活着的寥寥无几，我还活着，就必须为我叫寻得斯婆婆讨要一个欠了40年的交代。原来是找斯婆婆，那可不巧，她出门了。执法长老，40年都等了，不必急于一时。你换人来，我们要在这里过夜了。是。村长，他们说的过夜，该不会是……圣教360堂，静待教主夫人归来。没想到天魔教360堂都进入了大虚。死老太婆在哪儿啊？这些人为了找她，都快把整个教派搬到我们隔壁了。哎，什么时候对面多了一个镇？圣师林旭，圣师是谁？婆婆，你的手好凉，脸色也变得好差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悠悠，见了祖师也不打声招呼吗？啊？司悠悠拜见祖师。司悠悠，第一次知道婆婆的名字。斯婆婆，天魔教的道友来到这里有2日了，只是没有见到你，人家不愿意走。自圣教主惨死，圣殿遗失，40年来圣教一盘散沙，而今又有延康国师虎视眈眈。我老了，没有多少天了，只盼着选出一位精才绝艳的新教主来。这人是婆婆的祖师，怎么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大？所以，新婚之夜杀掉厉教主的教主夫人，便是你的最佳人选。可教主被杀，不是该报仇雪恨吗？新教主杀了前教主，夺走圣典，说明新教主更有能力，自然要拥戴他。居然还有这样的规矩！不愧是魔道第一大教。哎，四老太婆，你怎么不留在天魔教做教主啊？留在那里，我心魔更重。如果悠悠拒绝归教，那就是外人。这杀害本教教主的行为，罪在不赦，必血债血偿。要杀婆婆！村长，斯婆婆是残老村的人，她不愿意走，你们带不走她。道兄还是一如既往的霸气，只是事关圣教，该带的都要带走。圣教360堂，斩旗！
人怎么凭空冒出来了？天魔教的传送旗果然名不虚传，大旗一展一收，数万教众直接进入大徐，难怪延康国师迫切想要收复天魔教。得到这种神通，延康大军将席卷天下，一统各国。和我们这些老残废鱼死网破，天魔教也要死伤无数。延康国师定会乐于趁机将天魔教纳入囊中。延康国师的确想降服我教，不过圣典被盗，圣教主被杀，与灭教也差不多了。贵村若一意孤行，我天圣教碰一碰也无妨。就算他们人多，也不用怕，我会和爷爷们一起打跑对面的人，保护婆婆。木儿长大了，已经能保护婆婆了。不过别急，我先与祖师谈谈，谈不拢，就打个鱼死网破。悠悠，你本是我教圣女，厉天行要娶你的时候，我其实是不同意的。但你没有阻拦。当初是你让我拜厉天行为师，他身为师父强娶弟子，身为教主强夺圣女，我杀了他。他却连死也要化作心魔纠缠我。我也没料到他日渐扭曲，俨然忘记了圣教主的职责。祖师如此英明，应该自己收我为徒才是。我第一眼看到你，便知道绝不能收你为徒。你太美了，即使不作恶，也会有人因你而作恶。世俗根本容不下你这样的红颜。哼，我要生存下来，就只能做司婆婆。除了真容，连声音也不能显露。既如此，你为何还让我做教主？不怕红颜祸水，不怕毁了圣教？这40年，我找了很多天资卓越之人，都不如你。见过了最好的，再看其他好的，始终觉得差了点意思。我藏在这副丑陋皮囊里的40年，是我最痛苦，却也最肆意的40年。不用做任人审判的物品，不必忍受令人作呕的目光。祖师，我是不会回去了。不过我可以还给你们一个教主，这个人天性纯然，不拘泥于神魔正邪之分。我相信他能引领圣教走得更远。什么？司老太婆要把木儿卖给天魔教做教主啊？怎么不卖我啊？天魔教是魔道第一大教，声名赫赫，当魔道老大一定很威风。威不威风不打紧，能保住婆婆才最重要。明天他们要先验个货，3天之内，木儿需一次性挑战天魔教360堂。堂主们会自封其他神藏，只留灵胎神藏与木儿对战。若木儿全胜，才算通过考验。360堂的堂主都是360行中的顶尖人物，身怀绝技。3天的车轮战，时间仅剩无重。木儿还是个孩子，他的身体根本扛不住。我已经不是孩子了，为了婆婆，为了残老村，我跟他们打。好，好，木儿，药师，你去准备补药。哑巴，你去帮木儿把武器打磨一下。7人连夜特训，把木儿调整到最佳状态。这疯魔般的刀法，令我想起一个人——天道。
个发狂向天出刀，杀入苍穹，被诸神拦腰斩断的天刀，他不是早就死了吗？这些老残废，藏在大虚一个看似破落不堪的村落里，到底都是什么来历？能得到幼优信任的，每一个都惊世骇俗，哪怕他们放弃了自己曾经的身份。我知道那个独臂人是谁了，大雷音宗弃徒，后来名动延康大理寺的马神卜。如来也老了，想请马神卜回宗坐镇。我们这一辈即将消亡，延康国师却正年轻。若新一代领路人迟迟不出现，各大宗派终将被延康国兼并，不复存在。希望教主夫人选中的人，未来能与国师匹敌。一炷天香代表一天，燃尽意味着一天耗尽。你要在3炷天香烧完前打完360趟。木儿，你知道自己进去后会面对什么吗？知道，我不会让他们带走婆婆的。得在第1炷香燃尽前打赢120位堂主，快快！你说我要挑战的堂主吗？你的屋子里哪来这么多雨水？我幼时便行走江湖，为农民们做法降雨。他们称我为小雨师。承蒙厉教主看得起，封了我做雨堂的堂主。原来施法降雨也能作为行当，可惜这种法术我还没学会。教主夫人可是法术流派的顶尖人物啊，比我还厉害很多。所以当年她被选为圣女，而我落了选。你跟着她，竟然没学会法术？法术也是修炼流派吗？我只听过控剑术跟战技这2个。啊？你怎么什么都不懂？法术和战技是最古老的2派，后来延康国师将控剑术推到巅峰，才变成了3大流派。为什么要区分流派？集3者所长不是更好？唉，一个人钻研一派，即便耗尽一生的光阴和智慧，也难以修炼到极致，哪里还有时间钻研3派？瞧好了，这24节气鞭便蕴藏了我从24节气中悟出的法术。无语。好神奇！你真能招来雨水？那当然。推法挺快呀！双降。行啊！好冷，打出水和冰就是法术吗？我也可以。灌水。
于堂，你这么快就输了？这小子不知道学的什么野路子战技。龙堂，这小娃娃精得很，一招暗藏几10种变化，你们当心阴沟里翻船啊！上你龙堂的当了，他使的是大雷阴宗拳法，当头大日哪来的阴沟？行堂，你师傅多说人，这小少年哪里是使的禅宗拳法，明明是魔道真言。书堂，你害我！他用的是我教造化天魔功，封了老子的三魂七魄。大雷阴宗拳法，魔道真言，造化天魔功。当心阴沟里翻船。这些堂主施展的神通，虽然是日常所用，却都能用来作战。以后我也可以试试。已经烧了1/4炷香，我才打了这么几间房，元气耗损不小。还好有霸体3丹功能帮我恢复状态，后面必须加快进度。这个人身上散发着好强大的压迫感。我是剑堂堂主，你背负利剑，那我们比拼剑法。啊，你都没有抬头，怎么知道我背着剑？剑就是剑，藏不住锋芒。可我没学过剑法。药师爷爷说我们村有人会天下第一剑法，我不能跟别人学，免得那个人不教我。谁敢如此大言不惭？哼！你回去向他学一招，我待我看看所谓的天下第一剑法，能胜过我多少？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学剑，我们可以比其他的吗？拳法、刀法都行。我只比最纯粹的剑法。好，你等着。居然！剑堂这个死脑筋，你用刀将这厮剁死便是。我也想。剑堂堂主，剑痴。村长，要不你就传2手？对呀，是啊，你就教教呗，你就是教教我。时间太短。哎，原来村长爷爷就是天下第一剑啊！时间虽短，但好在木儿是霸体，对不对？是啊，霸体。先用你从顾里暖那里学来的丹心诀，控制一根树枝，去刺一棵树。我忘了，这小子虽然剑法糟糕，但元气深厚。再次杀猪刀试试。你刺杀猪刀的时候什么感觉？我的元气丝太软，承受不了我刺出的所有力量。这就对了，因为你没有掌握剑法最基本的剑式。刺，只要你学会了刺，天下间灵开境的剑法高手能够胜过你的也是寥寥无几。刺，这个动作，用剑来刺，灵开也要握剑，元气扎根在剑中，元气是你身体的一部分，剑也是你身体的一部分，都是你的身躯。再次。元气丝好像能承受我所有的力量了。不够，要控制所有力量。腿的力量，腿是力量源泉，用瘸子教你的腿法向大地借力。拳的力量融到剑里。眼睛的力量，瞎子教你的神眼何在，让你的剑也长眼。你现在可以去见剑堂堂主了。等等，用这口剑吧。香燃烧了一半，我却连第一栋楼一半的楼层都没打完，得抓紧时间。来吧。很好。
你自身已经有了剑的锋芒，出剑！我要看看是谁敢自认剑术第一。之前那把剑呢？婆婆说你只用灵胎神藏，我如果用真剑，会伤你性命。荒谬！这就是天下第一剑法，平平无奇。我没学到剑法，村长爷爷只教了我一个动作，刺。一个动作就敢来挑战我，不知天高地厚！四句式。我的剑尚未触及到他的木剑，就被他的剑锋斩断。一个普通的刺，竟有这样的威力吗？剑堂，你怎么搞的？比剑还能输给一个小娃娃？他连剑法都不会。我也不知为何，一招便败了。那小子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，否则仅凭一招基础剑士，如何能击败钻研剑道几十年的剑堂？祖师，莫非那放牛娃当真取巧了？不急，且再看看。才打完一栋楼，比预期落后太多，我还得更快。我只放过牛，不懂跳舞的。那你直接认输？不，我要比是跳舞。小郎君，妾身这舞堂不比其他，只考考你的身法。若你能让妾身的舞停下，便是你胜了。姐姐的舞步好厉害，像蛇一样灵活。原来这就是身法考验，得先找到姐姐所在的方位。撒了妾身最爱的豆蔻胭脂，小郎君可得设法。小郎君身法诡异，妾身输了。姐姐承让。今后若是有难处，到任意一家五方乐坊，说你找傅庆云，便可以找到姐姐了。
好刀法，小家伙，走不完360堂，就跟我学做菜去。我一定会走完，不然婆婆就要被你们带走了。好，谁拦着你，你就用刀劈谁。等见到教主夫人，帮我告诉她，我阿瑶挺想她的，一直惦记着她的好。敢乱我姑汤营造耻，我和你拼了！哎呦，哪里来的小猴贼，连北堂也敢打铁？英雄，刀下留情！请归还我该逃的金饭碗！过防的速度越来越快了，他居然真的做到了。这小子好像有点真本事。诸位堂主各有所长，他却都能找到应对的法子。放牛娃的潜力不容小觑，的确令人期待。最后一炷香，快燃尽了。这少年真是不寻常，可惜，他的时间不够了。我一定要打败他们，婆婆才能留下。还有4堂。剩下的堂主们，我有一个请求。3炷香的时间已定，我们不会为你延长。我明白，所以我想同时挑战你们4位。他疯了吧？这可是战斗力最强的4堂。不管他疯不疯，这份大破我北堂服。一个人同时挑战4大最强堂主，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但如果他能成功，圣教就有希望了。青龙、朱雀、玄武、白虎4堂，不负责任何行当，唯一负责的便是武力。即便你是教主夫人养大的，我们也不会手下留情。这元气有种粉尽一切的气势。这些锋利的银丝都是白虎元气化成的。别逃跑呀，游戏才刚开始。看得动却看不破，源源不绝，这就是玄武元气。你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同时挑战我们4人。我4堂以4大灵体命名，正因我等是4大灵体中的最强者。好恐怖的青龙元气，5脏6腑都要被劈出来了。你们是灵体最强者，但我是超越灵体的霸体。安火！杀猪刀法第20式，撕妖东海千体浪。
朱雀堂，你上我的银丝做什么？是他的元气首先变成了火，再向我的朱雀元气借力。金武堂，快来帮忙！关水！他又变成了水属性。不好，我的玄武元气被他吸纳了。青龙堂，滚！龙！青龙御风雷！什么灵体？霸体，独一无二的霸体！赢了！他真的胜了4堂。一骑战4堂，豪情震8方，快哉快哉！少年英雄，归我天圣教了。看到自家兄弟被打败，还这么开心，这可是第一次。大徐一个小小的村庄，竟有这等人才。那村里与我同一水准的有2个，一个是没有手脚的，另一个是打铁的。其他7个人比我教4大镇教天王左右护法使都要强。这些老残废都曾叱咤风云，他们将自己毕生所学所悟传授给我的孩子。普天之下，又有谁有这样的机缘，能同时得到这些人的指导？圣教的希望出现了。婆婆，不要走了。木儿，我教开山教主曾逢天上圣人坐实讲道，故而创立天圣教。作此实作，应成圣人之志，是教主，亦是向教众传道授业的圣师。请。那么多前辈，婆婆跟祖师都站着呢，我怎么能做？木儿，这个实作名为圣师作，是你自己打下来的，做吧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们的少教主。凡我教众，执弟子礼。圣教恒言祖师文员
空守圣师座40年，终迎圣师归来。圣教前代圣女见圣师。弟子司幼悠参见少教主。圣教4大镇教天王、左右护法使、8大督察使、12护教长老见圣师。弟子参见少教主。弟子参见少教主。圣教360堂见圣师。参见少教主。参见少教主。参见少教主。诸位请起。谢少教主。少教主，往后圣教托付给你了。谁能想到魔道第一大教，声名赫赫的天魔教，竟然在这个穷乡僻壤迎来了他们未来的教主，一个12岁的少教主。不愧是我们辛辛苦苦带大的，都是我们教导有方啊！八体举世无双，木儿的灵胎甚至可以3度觉醒，天魔教才是占了大便宜。八体3丹功，觉醒3次才算完成3丹。此后战斗时可以从容切换各种属性，木儿也算小有成就。要是木儿还有第4次觉醒，我看你怎么圆。圣教已有40年不曾走动，而今选出少教主，不过是暂时稳定人心。燕康国吞并的宗派越来越多，我不知还能拖几年。祖师放心，木儿成年之后一定会走出大虚，带着圣典回教，执掌大局。祖师，这是我拆屋子的赔礼。哦。一蓑一笠一扁舟，一丈丝纶1寸钩，一曲高歌1樽酒，一人独钓1江秋。天魔教祖师，老瞎子不知是否还有机会再见你，别过了。800老翁负闲愁，此生志满一休休。死后得以凌霄上，云自高飞，水自流。不愧是祖师，看淡了生死，觉得此生圆满，死后还要在天上笑看人间风云变幻呢。这就是大宗师。瞎子，你距离这种心境不远了。骚情，瞎子就是瞎拽诗词，倒是人家祖师的诗应情应景，不失豪气。你不懂诗，只懂苟且。